大家好，我是晴天。相信大家也曾经想过自己死后的世界是怎样的。不同的信仰有着不同对死后世界的想法，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佛家所认为死后的世界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呢？那么六道又究竟是哪六道呢？而且在我们的印象当中，似乎天道就只有快乐，似乎永远都没有痛苦。而地狱道应该就是唯一恐怖的地方，但是事实上，真实的六道轮回绝对不是这样的。而且更有意思的是，如果真的有来世轮回，那我相信你呢，肯定很想知道自己上一生到底是从哪一道而来呢？那么今天就能给到你答案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接下来就一一解答刚才的问题。首先，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呢？六道轮回是佛家所提出的，而每一个进入佛门的弟子都听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：释迦牟尼佛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其实也是一位凡夫俗子，就像我们一样，在轮回中转来转去。而他最终就通过自己的修炼，脱离了六道轮回。于是他就把自己脱离六道轮回的方法教给了大家，而佛陀呢，并不是强迫我们要依循他的教法，他只是说，我也是个过来人，我曾经也经历你现在深受的痛苦，但后来我脱了苦，我脱苦的方法是这样子的，如果你也想要脱苦，只需要跟着我走同一条路，而这条路不是别的。那就是只要你看懂这六道轮回图就行了。佛说，人及众生并非单有一次生死，而是有前世、后世乃至生生世世。绝大多数的生灵永远都在这个生死轮回中不断轮回。那既然说起这个轮回，也跟大家聊一个很奇怪的事情。有人就说，既然有轮回的存在，那么为什么人们对于前世过往的事情却没有一点的记忆呢？这就非常的巧了。我们中国的道教认为，人在投胎前一旦喝了孟婆汤，就会忘掉过去的种种。但是同样的，远在古希腊的柏拉图则认为，灵魂在投胎前要经过酷热的沙漠，口渴难耐，于是灵魂就饮用了莫愁河的清凉的河水，这才去转世降生。但是，一克莫愁河的水呢？对于过去的点点滴滴，我们就会忘得一干二净了，是不是很奇怪？这柏拉图说的莫愁河的河水，不就是我们道家所说的孟婆汤吗？为什么2000多年前，古中国和古希腊的传说如此的相像啊？而且这还不是巧合，古罗马人也有着同样的传说。古罗马人相信，人在投胎前所经过的河叫做奈斯河，喝了这个奈斯河的河水，对于前生的种种往事呢，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这是巧合吗？还是说，难道正如传说所说的，真的有轮回，真的有孟婆汤？这就是我们不记得前世记忆的原因吗？那么这个问题，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的话，可以留言。如果你们想看的话，我可以再做影片深入的研究一下。但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——六道轮回图。大家看这个图中啊，这六道轮回的圆盘被一只凶恶的猛兽口咬掌持，这只猛兽便是无常始祖。形容的就是六道的众生都被他死死掌控，在这个六道当中无尽的轮回。而这个川中分为六格，上面代表的就是天道、阿修罗道、人道、善道，下面则是畜生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、善恶道。天道是六道当中最幸福的道。但是这里的天道和我们平时认为的天界却有着很大的区别。在我们的印象当中，天界住的神仙，那些都是长生不老、永不轮回的。但是在这里的天界却并不是这样的。
这里的天人虽然说他们有很长的寿命，但是他们终究还是会死去的。天人也分等级，最低级的是欲界天，也就活个几百年。但是天界的一年跟我们的一年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天界的一天就代表我们人界的一年，所以说天界的人随随便便都能活过上千万年呢。而且这还是天人中等级最低的。像最高等级的无色界天，他们是可以活个2万大劫到8万大劫的时间。要知道，一大劫可是268亿7680万年啊！在这么长的时间内，这些天人每天都在嬉戏享乐，他们充满了智慧，幸福美满。但是这里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样无忧无虑了，因为天人们实在是太有智慧了，甚至拥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他们能够预知自己死亡的时间，甚至能够预知到自己下一世会轮回到那一道。而且绝大多数的天人是因为上一世积德行善，所以说这一辈子呢成为了天人，而这辈子的他们只知道享乐，却忘了积善，所以大多数的天人下一辈子都会转生到善恶道。所以在这样的落差下，临死前的天人都会不自主的痛哭7个天界天，等同于人界的700多年。这是第一个痛苦，而第二个痛苦就跟在上善道的另一道阿修罗道有关。阿修罗道其实跟天道很像，阿修罗的寿命也是极长的，而且智力也极高，所以说阿修罗也被称为废天，意思就是像天人而又不是天人的人。阿修罗的世界啊，跟天界是相连的。阿修罗道中有一棵如意果树，树根和树身都长在阿修罗界的世界，但是树顶的果实却长在天界之中。天界的天人可以享用这如意果树的果实，但阿修罗的众生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，无法享用。所以说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里就有一个阿修罗在用斧头砍如意果树，因为阿修罗想啊，既然我们阿修罗道得不到的东西，那么你们天界的也别想得到它。但是天界的众生却一点都不担心，因为他们只需要在天上撒下一种原始的甘露，如意果树呢就会立刻的重新活起来。但是阿修罗道有一样东西是天道里面没有的，就是美女。阿修罗界里男的极丑，女的极美，所以天人们更时常想要夺取阿修罗的女人。为着这些原因，阿修罗王便常常向天界算账。但在与天界开战时，阿修罗由于福报略逊于天道，而且地理环境上也吃亏，天人只需要关上天闸，阿修罗便无法攻进去。但当天界众生想要追打阿修罗时，阿修罗的战士却没有地方可以躲避，所以每次的战败被打到遍体鳞伤，受到极大的痛苦。所以啊，虽然善道是善道，看起来很好，但其实并不能帮助我们破苦。那么接下来再来介绍畜生道，在阿修罗道下面就是畜生道。那么这一道就很好理解了，就是普通的动物嘛。畜生道是善恶道当中受苦是最小的一度，但是动物道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那就是愚蠢，没有智慧，不能够进行修行。所以啊，这一道的生灵下一世很少可以转到善道，基本上呢都是在善恶道里面轮回。而且在6道里面，唯独畜生道的生灵是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的，其他的4种就没有那么常见了。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地狱道，地狱道所受的苦是最为可怕的。图上就描述了地狱的4分景象。地狱道里面分为8大热地狱、8大寒地狱、
惊变地狱还有孤独地狱4大部分。其实不用我多说，大家平时也应该听到很多关于地狱的传闻，金油锅、火烤、冰冻，什么都有。那么这么惨的地方，我们就不过多的做介绍了。而接下来就是介绍这恶鬼道了。我相信很多人对恶鬼道都不是很了解的。其实恶鬼所受的苦，真的不比地狱道里面的少啊。首先，他们并不像地狱的众生是聚集在某层地狱里面的，而是分散在各地的。而且佛家还说啊，他们偶尔也会在人间里面走动，所以说人啊，偶尔也是可以看到他们的。但是我就没有看过，不知道有没有观众看过他们呢？这些恶鬼啊，其实也是十分之惨的。即使在大白天，温暖的阳光反而会令他们感到寒冷；而在晚上，月光却令他们感到热到不行。他们的肚子很大，时时刻刻都感觉到极端的饥饿，但是就是吃不到东西，因为有些恶鬼的身体像山一般巨大，但是脚呢，却像树枝一样又细又脆。根本就走不动去寻找食物，而且就算有些恶鬼能够找到食物，但是很多恶鬼的喉咙就像针孔般微小，所以就根本就无法饮食。又或者是某些恶鬼，即便能够走，即便能够找到食物，喉咙也能够让食物通过，但是他们的嘴呢，只要一见到食物或者水呢，就会立刻的喷火。他们想去河里面喝水，那么整条河都会被他的火烧干。他们想去吃肉，火呢就把所有食物直接烧成了灰烬。所以说，恶鬼几乎是一辈子都吃不到食物的呢，永远的承受着无比的饥饿。其实照这样一说，这恶鬼道比地狱道的确是更加的煎熬啊。不过，这恶鬼道比地狱道有一个好处，虽然说他们饱受折磨，但是恶鬼道的生灵是有智慧的，所以说他们还是有机会靠着修行转入这个善道。那么最后一道就是人道，就是看影片的各位，相信就不用再多的做介绍了。第3圈的6道我们介绍完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轮回图的中心。那这里就回答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会在这6道里面不停的轮回呢？这里有鸽子、蛇还有猪，分别代表着佛教当中的3毒：贪、嗔、痴。鸽子的特征呢，就是贪欲无足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无非一个贪字。而蛇就是嗔恨的意思。如果说你用手指头轻轻地碰一下一条蛇，它马上就会发怒，马上便会咬人反击。所以画中便以蛇代表着嗔恨。猪呢就不分好坏，不分干净或肮脏，它只懂得吃喝睡，其他什么都不会干。所以佛家认为啊，用猪来表示愚痴是最为贴切的。而蛇和鸽子都是由猪口中而生，这表示贪欲和憎恨都源自于愚痴。贪欲、嗔恨、愚痴被称为3毒，是因为它们扭曲了人类的心灵。这3项烦恼每时每刻都在左右着我们的行为和结果。这3项烦恼也正是令我们不断轮回生死的根本原因。接下来中间这个圆圈当中的寓意呢，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。这里呢，通常是半边是黑，半边是白，指的是有关中阴的显示。那么什么是中阴呢？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。佛家认为人死之后不是马上就能够轮回到下一世的，在人死749天之后才能够转入到下一世。
而在这49天里面，王者的灵体就叫做中阴身，而就是前面所提到的，道家认为人死之后喝孟婆汤的人，其实他不是人，而是中阴身。在黑色斑环中有3个小人，代表的就是将投入畜生、恶鬼以及地狱道的中阴身。而图中呢，他们的头部都是朝下的，就代表由于他们生前行恶，那么这3种生命的形式呢，是痛苦的，下到转世。而另半边的白色的斑环则正好相反，3个头部向上的小人，由于是生前行善，代表的是将生于天道、阿修罗道和人道这3种生命形式的中阴身。那现在我们知道了，由于第一个图中的贪嗔痴，让我们陷入了第2个圈的善恶2个业海当中，等待着轮回。接着进入第3个圈当中，不断的在6道之中轮回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到轮回图的左上角，可以看到一条通往宫殿的道路。而如果你能像释迦牟尼教育的那样修行，那你就能像左上角的那群人一样，脱离6道轮回，去往佛所在的极乐世界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就来回答一个很有趣的问题。很多人在想，如果说真的有来世轮回，那么怎么才能够知道我们上一世是从哪一道转世而来的呢？其实在《大宝集经》里面第72章中就记载了详细的答案。上面就说，从地狱道转世而来的人很暴力、很暴躁，而且长得极丑，同时不孝不义。而从畜生道转生的人都傻傻呆呆的，非常懒惰，不爱干净。另外呢，畜生道转世的人还喜欢不穿衣服，因为动物嘛，都是没有羞耻心的，也没有穿衣服的习惯。而从恶鬼道转世的人呢，他们的长相黑黑瘦瘦的，面目光泽，鼻子弯弯曲曲，眼睛凶凶的，目光很直，而且呢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经常会感受到饥饿，一直都想吃东西。刚才那些特征都有些负面，是不是？因为就是善恶道转世而来的。那现在就说一下，从善道转世而来的人到底是怎样的？那从阿修罗道转世的人呢，则非常的高傲、好斗，身材高大，凶猛有力。那如果你有这些特征，很有可能你就是阿修罗道转世而来的。那从人道转世而来的人呢，就比较平静了，他们就比较正直亲善，有忠有善的。而从天道转世的人呢，那就更加不得了了，他们的长相端严俊美，其人聪慧，乐好清净，有行有德。而且呢，这类转世的人，他们特别喜欢住在高楼之上，因为上辈子就住惯了天上，所以说也习惯住在高楼上面。那如果你也是住在高楼上面，很有可能你就是从天道转世而来的呢。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就结束了。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所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、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点的，那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么有趣的免费信息呢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花了大量时间、大量金钱制作了一个关于冥想的课程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点按影片资讯栏的链接加入，还可以获得我私人给予的前期优惠。而且课程是永久开放的，你参与了就能每天都进行冥想，从而培养一种坚定的自信。我是晴天，我们下个礼拜见。